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来，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结婚这么多年，他什么事都和我对着干。我很多事情最后还是顺了他的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还是对我不满意。自从去年做完手术，他变得越来越不上进，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现在2个孩子还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别再因为这些事跟我吵架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钱先生37岁，来自河南，工人；严女士35岁，来自河南，无业。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天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是我要来这个节目的。来这节目干嘛？去年他得了那个腰间盘突出，他总是不上进，就感觉自己没用了那种。哦，是来激励老公的是吧？嗯，对，我说的他什么都不听我的。我也不是不听他的，像去年我刚做了手术，才1个多月，他都让我去当保安，医生都说了最少休息1年到半年，这最少得半年，他2个月的让我去。当保安问题是他也不累啊，他就跟休息是一样的。当保安跟休息一样啊？也不用干活嘛，他就坐在那里啊。所以说我就想就全当休养了，让他去一下。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是希望老公能上进，是这意思吧？对。你们俩结婚多少年？结婚15年。15年了。孩子多大？2个儿子，大儿子13岁，小儿子8岁了。您的资料上面说您无业，什么意思？我就是干兼职，跟人家打扫卫生，干小时工。就这么说，您给家里挣钱吗？也挣一点，反正挣的少嘛。家里的主要收入是先生是吧？对。所以我给他找个干保安的活，他有时候也不干。想让他就是找一个在家里面可以干装修的活，他都不愿意去学。也就是说，您对自己的先生有一个自己的规划，但是他从来没这么做过，是还是不是？是这样子。家里还有老人吗？有，他爷爷。小孩的爷爷。哦，就是您公公是吧？对。那您应该叫公公呀，或者我爸呀，怎么说孩子的爷爷呢？关系不太好？也挺好的。那怎么这么个叫法呢？为什么呢？别扭。跟你母亲关系好吗？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关系也不怎么好。为啥？就因为生完大儿子，那大儿子他是剖腹产。因为就是医生说3年才可以要孩子，然后他就非让我要那个孩子，我就没要，我留了，他们就很生气，所以关系就有一点不怎么好。跟婆婆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婆婆什么时候去世的？去世有3年了。跟婆婆等于共同生活了12年，是吧？在你跟婆婆共同生活期间，你觉得先生是听你的话呢，还是听婆婆的话？还是听我婆婆的话。一般的，反正听妈的话稍微多一点，媳妇的话也不是不听，听得少一点。所以今天来的最核心的并不是老公不上进，而是你想当老公的家，但是当不了，是这意思吧？对，他主要是也就是不上进。不上进。因为他腰痛，他就干的不怎么好，歇一下就干一下那个活，因为比较累嘛。对呀，可是他客观他存在就是身体不好，挣钱少啊。对，我想叫他多学一点别的技术嘛。他就是不听。现在做啥？在贵阳装了个活动板房，在工地上面。现在还在工地干呢。对。那你妻子希望你做啥呀？让我回老家那边跟着我表姐夫学木工。为啥不去学木工呢？学木工不是3天2天能学会的再说刚学的时候有没有工资还不好说。家里边还要开销嘛，有小孩有老人。所以在你的心里觉得他给你指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好路，或者叫不现实，是这意思吗？对，不现实。去学徒有工资吗？就是他家亲戚嘛，他肯定也会给一点。有工资吗？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就是他学了，就是打一个长远的计划，就是想着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有可能是没有工资的，啊是吧？也那么如果他去做了木工活之后，他没有工资的话，这个家里面怎么生活？我就是出去也可以挣啊，我就是挣点零花钱，反正慢慢就干。我意思是说，他在家里干，我也可以帮着干一点。所以就是他学你是想会了之后要一个长远的规划，是吧？对对对，你们俩为这个事儿夫妻争执过吗？争执过，他不听嘛，就是一直还是到外面去。所以他现在跟您是个分居状态，是这意思吧？对对对，他在外面。哦，所以说我就是一直打零工嘛，两个孩子在家里面，他爷爷带。你们都不带吗？问题是，他现在不回老家，我那肯定也要你在哪儿呢在外面。我在北京。那你们俩这两地分居可够远的。嗯，哎，你娘家对你现在和你先生的这种生活状况是个什么看法呀？什么看法？我也没跟他们说过什么。因为我娘家不是亲生妈妈，就是养母嘛。因为这种事情跟他们说，就怕他们说我，就是当初不让你跟他愿意，你非要跟他愿意。您刚才说到了，您是养母，是您父亲带着您再娶了、是吧？再就不婚了吧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小时候亲生父母把我送给姑姑养了。过继到姑姑家了。对，所以说这种事情我感觉就是没必要跟他说，跟他说了我怕他们又说我，他就是脾气倔，就是老是不听你的，你非要跟他愿意，就说我就怕是这样子。当时你和先生是自由恋爱吗？是没人介绍的，你看中他了？我就觉得他就是挺老实，我就给他愿意了。没想到他所以是这种人。您看上的先生的老实是吧？对对对。结果是这样的嫁过去之后，你发现他还老实吗？就是老实是老实，但是他老实的太过度了。就是我们刚结婚那一会儿，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出去打工，过年回家了，然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他妈妈了，一分都不留，就这种的。嗯。所以说我感觉他就是实在的就跟个傻子似的。有的时候我也把钱交给我妈，还不是因为没结婚之前盖房子，加上结婚借的钱外债太多了，我还是想着把钱早点还完嘛。你家里那也没必要，就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我就想着，就是说你过年要送礼物啊，走亲戚啊，要买衣服啊什么的，他就是一点都不留。这不都算旧账了吗？是啊，就是因为旧账，所以说真的让人感觉很讨厌的这种啊，就是自己没有一点主见都没有，我就说的。你现在不是可以做主了吗？我还是做不了他的主啊，叫他找个活他就不愿意干，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想让他在家里面就是学个技术，可以长期的在家里，我也可以帮助他就是干那个活因为他的腰痛嘛，我也挺心疼他的。可是您心疼他，您还让人手术1个月之后就当保安啊？因为当保安他就是那种跟休养差不多嘛，因为他也不干重活嘛，不用搬东西。他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那医生都说了，多休息了一段时间肯定好一点嘛。他说你是不上进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我不同意。行，来给你夫人打个分，满分10分。我给他打5分。呀，都不及格呀，6分是及格，为什么只打5分呢？我上外地打工，他老是让我回家嘛，我回家还能挣什么钱嘛？就是他比较理想主义哈。还有什么呢？这是不满意，扣1分。还有什么地方扣分呢？反正扣分的地方有些好多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你说呀，我也没说不让你说。这是你说不满意，我可以改以后。行，满分10分，给先生打个分。我也是给他打5分。为什么5分？因为他就是老是就是没有一点主见，让他干啥他就不愿意干。听你的就叫有主见是吗？我觉得是这样子。必须得听您的才叫有主见是吧？我就感觉他就给我没有希望。听起来拉拉杂杂，其实你把主线穿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大概是人世间比较难的一种情感，比较复杂的情感。用他的话来表述是，他没有主见，他不听我的，对吧？其实从我看到的角度，就是对生活的无力感。你觉得你的生活是你没有办法把控的，打小被自己的父母过继给了自己的姑姑，你没有办法把控，对吧？对，小的时候人生没法把控，好不容易觉得自己挑了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嫁了吧，结果你发现他不听你的，嫁过去之后由婆婆来把控。我媳妇儿熬成了婆，结果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把控我的人生，所以他的冲突完全是来自于内心的，又不能表达出来，这让这个男人怎么理解吗？所以这个男人看到的就是老婆不停地给自己提一些无理要求吧，是吧？这个要求你觉得完全不现实。学技术谁给我钱？没有钱怎么生活？
老婆说我去打工，他打工那些钱养活了你们爷儿4个吗？养不了。你看，这就是冲突。让老师们帮你们分析分析，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到最后，核心的矛盾点在于，是不是要回家学木工？但实际上呢，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要解决女士的心理问题。你一直在讲，第一，你的先生无上进。我想问你，什么叫上进？一个月挣多少钱叫上进？你觉得？我觉得就7、8千吧，然后他就是有时候好，7、8千一个月叫上进。您现在打工，您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4、5千。4、5千。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下，你现在在做小时工嘛，对吗？住家的阿姨工资可以到6千。育儿嫂、月嫂，你可以去考个证，进行培训以后，可以8000到15000。我刚才的这个规划叫不叫上进？您为什么不去？因为我也学过，但是我的身体不好，也不能熬夜。讲到重点了，您的身体不好，您先生的身体好吗？您先生的腰椎间盘突出，我给你普及一下，我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没办法去根儿，就一阵儿一阵儿犯，犯的时候就平躺，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我经常录影的时候，我都会问你们节目坐着的、站着的，并不是说坐着就对腰更好，而是我可以歪着，站着的话我站不住。您刚才讲的是他去做保安，这他在养啊，保安不需要站着吗？保安一天要站多少个小时？他有时候也站，有时候也坐。对，坐着站着都不行，就应该躺着。病犯了的时候，遵医嘱说躺半年，您2个月就让他去。您刚才身体不好，你做不了月嫂，他身体不好，他就一定得出去1个月挣7、8千吗？将心比心，健康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收入。这就是我讲的，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我就不应该同样的去要求其他人。你把不上进3个字送给他，那按照我刚才的逻辑，我也可以说你不够上进，但其实是吗？他不是有客观条件限制吗？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阅历、自己的客观情况出发，然后再去讨论上进还是不上进。所以你先生不上进的这个问题没有存在啊，我觉得他为了这个家一直多年在外面打工，把钱寄回来。可是我主要是还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学。好，这是第2个问题。你主要想让他在家里面学，是您从小的人生经历，我读起来一直是处于配角的这样的位置。事实上，在姑妈家庭当中的孩子，我相信您一定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那不是。嫁到婆婆家以后，一样的，在家庭成员当中，您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掌握过话语权。现在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我说话你还不听，矛盾在这儿。你就能不能听我一句，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我让你往西你就往西呢？这才是您的心结。您要解了这个心结，我们的幸福感才会更强。所以你们要解决的是爱情的问题吗？是婚姻问题吗？不是，我觉得是你自己思想和观念的问题。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跟他商量的，他这么大的年纪了，也不是不懂事儿的人。你们要寻找到、协商到一个更适合你们夫妻双方、更适合彼此身体状况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不是说回家学木工一定不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他的想法，也让自己彻底的放下，不是说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明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我们不谈工作，我们谈谈情感。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如果当时主持人让先打分的是你的话，对你们之间的感情打分啊，你打几分？我们的感情嘛，只能打8分嘛。8分是吗？跟我想的差不多，至少一定是及格的。而恰恰男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坚定的说5分不及格。
而你是顺着他说，那我也打5分，这就是感情上的问题。你以为你们之间仅仅是这种工作不上进、不听话的问题吗？不是，其实你们之间是感情上没有任何的交流。你自以为你们的感情还很牢固，你自以为自己感情还及格，并且能拿到8分这么高呢，而恰恰你对面这个男人，你的老公，他抱怨你的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关心我，这是问题的关键点。你关注错了方向了，导致所有的问题都不会达成一致。你看看你也出来了，他也在外地，孩子交给了公公，你们这个家庭是支离破碎。你还在这儿不知道哪儿发生问题，还在说你应该听我的，你应该挣得更多。拜托，他怎么可能听你的？你又不是他的妈妈。如果是你真正的去爱他、关心他的身体、考虑他实际的这种内心的感受的情况的话，他一定会听你的，明白吗？你对他缺少关心。但是男生你知道吗？你老婆其实她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但她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她是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她说我要你在家里，明白吗？那么家庭现在的关系是错位的。你现在这个家庭，孩子也不在身边，老婆也不在身边，你过什么日子呢？多关注老婆的关心所在，好吗？谈了感情之后再谈事业，就这样。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一定要做对方的主？为什么他一定要听你的？为什么你的建议就一定是对的？为什么你的建议提出来之后，别人不听就不行？为什么？我就不明白。我主要是你怎么能保证他回去做了木工，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只不过就是因为他随了你的愿而已。你要的不是说他干嘛，你要的是他随你的愿。所以换一个工作或者换一个都可以，但是这种执念为什么就一直在你心中？因为你这些年在嫁进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舒坦，你觉得她一直偏向婆婆，一直听她妈妈的，对你不好，所以这都是你这么多年积累来的心结。到现在婆婆离世3年，你就非得要把她这个东西掰过来，除了嫌弃、抱怨、不满，你对她没有一丁点儿的作为妻子要尽到的责任。那你觉得她身在外地，人能回得来吗？就算有一天真的被你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回来了，心回得来吗？我跟你说，不是你一个人有执念，她也有执念，她心里面也有心结，她也会想，这么多年你对我妈妈不好，这都是过往的一些经历造成了今天每个人心里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积怨。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两个人在一起，彼此会嫌弃对方，彼此心中对对方有抱怨是一定的。但是如果非要想一个办法把这种抱怨给他报复出去的话，那这日子一定过不好。你们俩现在就是对抗，你让我回来吧，哎，我偏不回来。两个人真的把这种对抗的关系放下，放下执念，你想要的才能出现。所以不要再纠结那些过往的那些林林总总，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到了现在，我们就往前看。你越逼他，反而他越不听你的。把你心中那些过往的心结过去就过去吧。男士也一样，听明白我刚才说的了吗？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你老婆这样穿好看吗？我一般人他不看她这样穿。哦，你平时喜欢看她穿的朴素一点是吧？对。但我问的是这样好看吗？好看。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这样看？因为你觉得她穿成这样不像你老婆。对，是这意思吧？对。你平时不这么穿吧？这么穿很少。是因为今天来上节目，所以才穿成这样？其实一直就想做主，一直以来被抱养，所以你总感觉自己不像一家人，不像一家人，就好像被抛弃了一样。对，然后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家，对，一直想做这个新家里的主人和公主，对吧？你看你今天穿的就像一个公主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你是做一个家的主更幸福呢，
还是融入进来，成为这个家庭成员，渴望这个家庭的温暖更幸福？我认为后者更幸福。什么？渴望有家庭的温暖就更幸福。对啊，我觉得那婆婆对你应该不会太差。就是因为那次流产，他们非让我生那个孩子。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啊，不能完全说按你的想法那么顺利。但事实上，你自己互相比较而言，在婆家其实挺好的。但哪个家庭都会有矛盾，都不能完全按照你的心意那么顺遂。所以你不能说我来到婆家，大家都应该顺着我的意思来。其实不是做不做木工的问题，也不是上进不上进的问题，而是你想做别人脑海里的主，你想成为所有人心里面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么想过来，你想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你有2儿子，挺幸福的。挣多少钱是为了幸福感，大家共同努力是为了幸福感，而幸福感最主要的基础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谁做主，是什么？是和谐，是大家齐心协力，大家互相关心，这是最大的幸福感。所以你们彼此做好自己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的本分，把和谐先搞好。事实上你现在作为新家的主人做的就不怎么好。公公一个人在家里种地，你们俩出来干活，2个孩子还扔给公公，你这女主人就当得不好，明白吗？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再去想所谓的致富，和谐最重要。就这样。你觉得生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爱情。缺爱情嘛，这是他缺的嘛？你觉得生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和谐。啊，和谐。所以你看，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渴求的是爱情，他渴求的是所谓和谐，就关系好嘛。说白了，就处理关系能处理得好嘛。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是有一个原点的。为什么混乱？我自己理解，想要的太多。你要的多不多呀？你拥有大多数女人拥有的东西，但是你不珍惜，所以你的先生会说我要爱情，因为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关怀，所以你说的话在他那儿是无力的。给他爱，而不是去争一个家庭主导权。你也要注意了哦，好老公不是光挣钱哦，还应该学会疼老婆。记住一点，别看别人家老公挣多少钱了，那都不重要。别看别人家日子过成什么样，那都不重要。重要是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慢慢来吧。在过去，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你还是陪我走了过来。那些事情的背后都离不开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聚少离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也想回家，也想看你和孩子还有老父亲，但是我还需要多挣几年钱。你愿意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几年吗？以后的日子还长，需要我们共同坚持走下去，好吗？行，不会说我写下来总不乱了吧？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该这么快告诉你正在叫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哦哦。来，我跟你说，就这2部，这个婚姻的状态就看得特别清楚了。2个人都想好，但是各走各的。你不观察一下他怎么走吗？那当老婆的不看看老公是从哪儿走的吗？还听你的话，回家好好磨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爱我心上，拥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回家好好过日子吧，谢谢你们，请回。哦，要不是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哦，绝望。看起来是妻子的主诉，是你什么都不听我的。其实聊到最后，你才发现，这10几年来，夫妻俩都太缺对彼此真的关心和真的爱了。这种爱如何的外化的表达出来，其实对于很多恋人来说，也是一个课题。所以多看我们的节目吧，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我跟他在一起2年多了，从异地到一起又分开，经历了好多，感情其实挺深的。我现在就希望我俩能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让他跟我回家。可是就连这个要求他都不能答应我。我一直将就他，可是他的那个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快，我不能一直将就他。我现在受不了跟他一起在北京的生活，我坚持不下去了，他一点都不为我着想。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田26岁，来自河北，网络技术；女嘉宾小丁24岁，来自青海，养生馆技师。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打哪儿来啊？河北。我是青海的。啊，我知道。我是说你们俩上这节目之前打哪儿来的呀？北京。哦，现在都在北京工作是吗？对。啊，怎么认识的呀？我们2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火车上认识了。我们家是在县城做生意的，然后那年呢生意比较忙，我又正好去帮忙了。他正好是在河北上的大学，然后我们那次正好是同一辆火车回来的。在火车上看到她，我就觉得她挺漂亮的嘛，当时就想跟她要个联系方式。然后没多长时间，我们2个就确立关系了。后来呢，就是我在北京工作，生活都挺好的，挺稳定的。她现在就是特别想让我回他们老家那边工作。我现在不愿意就放弃北京这边的生活，去重新去打拼什么样的。行，听明白了。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我想留北京，希望我们说服你的女朋友，是这意思吧？然后刚才说的是这么认识的，交往怎么交往啊？你就当时是在河北吗？因为他在你老家读书吗？河北哪儿读书？石家庄。石家庄。好，他在石家庄读书的时候，你在哪儿工作呀？我那时候在我们那边一个小县城网络公司做技术啊，当时主要就是异地恋，就打电话、视频什么的。练得怎么样？当时练挺好。后来呢？后来就不怎么好了。后来他就总说，你在这小地方没有什么发展啊，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什么的，你去大地方闯闯嘛什么的。后来我就去北京了嘛，去闯。然后他来了之后，他又说北京这边生活压力太大了，然后就说你去小地方就不行嘛，安逸点就不行嘛。反正就是我怎么做都不对，然后他怎么说都是他的理。不是那样的呀。当时我是在读大学嘛，那肯定思想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我出来社会，我就觉得其实挺残酷的。我觉得还是在小地方扎根，我觉得比较好一点。那个，说说你们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吧？别老说去哪儿去哪儿，听着都累的哈。恋爱谈的怎么样？当时谈的确实挺好的，我觉得他人也不错。俩人虽然是每次在手机上聊天呀啥的，也没咋见过面，就见了那一次面就将近1年没见过面嘛，反正也当时挺好的。哇，就火车上见了一次。对。然后就1年没见。因为当时他在保定，我在石家庄，他不来找我。多近呢？你为什么不去找啊？就是当时工作比较忙嘛。你有多忙啊，兄弟？谈恋爱。他就是比较害羞的那种，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去找他了。哎呀，等于1年没见面，再见面还是你去保定找的他。对。哎呀，你得有多大的定力？你们俩这事儿都没吵过架？吵呗，好几次都是我主动找的他，他一次都不来找我。那我后来没有找过你吗？对，找过一次，就玩了个公园。是一次吗？就是一次呀。行吧，反正就是在恋爱期间，女生比较主动，是这意思吧？听起来，就男生相对的被动一些哈。你是哪年毕业的？我是今年刚毕业的。今年刚毕业，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现在北京。
等于现在你要求他从北京走，是这意思吧？对，跟你回我想让他老家。回青海，我俩一块儿回青海发展来着。那你是哪年去的北京呢？是现在在北京大概待了2年了。应他的要求去的北京是吧？对，当时就是跟他赌气，他赌什么气啊？您可以问问他当时跟我说那些话，他是怎么说我的。啊，行，说说吧，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就觉得他在一个小县城工作嘛，我就觉得年轻嘛，毕竟，然后想让他去外地闯闯。嗯。当时，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我俩就吵得挺厉害的，我就反正说的话也有点过分。你是怎么说的？我就说他没有用，没有个男人的样子。哦。再就是激励他、鼓励他呗，让他去那个大城市看看嘛。毕竟咱们都年轻，我说你要去大城市，我毕业之后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去。哦。就当初你是有个承诺的是吧？对。然后你就去了。对。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你就闯失败了也没事儿，但是我要的是这种敢拼敢闯的，就行了。然后我去了，去找工作，刚开始也是处处碰壁嘛，好不容易有一家就是比较小的公司录用我了吧，工资还特别低。当时我生活的还是比较拮据的，因为我去北京一共兜里就带了2000多块钱，然后交完房租就没什么钱了。那是。我一天基本上就吃1顿饭，然后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很偏的地方嘛，就花几块钱吃1顿饭。然后他来了之后，看到我屋里有一些零食呀什么的，他就说：“哎呀，你这生活过得挺好呀，你不是说你在这边挺难的吗？”当时我也是为了要面子，还是一方面为了他担心，然后我就说：“我过得挺好，其实平时就吃那些东西，饿了就吃一点什么的。”他就总觉得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呀，你刚来北京也都是不容易的呀。那你既然知道刚来北京都不容易什么的，咱们在北京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现在安稳了，又要去别的地方。当初让我去大地方的是你啊，又让我回到小地方的还是你。你怎么着你得给我一个选择吧，让我能怎么办？那但是现在你善意了，那我呢？我这个专业压根在北京不好找工作呀。哎，你什么专业啊？我是医学影像技术。然后在北京，医学影像技术就是看那个 CT 啊，就看这些东西的是吧？啊，这也需要经验啊。然后在北京，我压根就找不上专业对口的工作。我说就回老家发展去呗，就回青海那边。但是他又不同意，他就说在北京闯挺好的。但是我又想，我既然是学了这个专业，我就想在这个专业领域有一定的成就嘛。但是他又觉得我就是老想让他换来换去，就这样。咱们说说感情的事儿怎么样？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感情的话，我觉得咱俩在一块儿的话，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就那样。都为什么事儿吵啊？你说错了，是1天一小吵，2天一大吵。哦，你的嘴还挺快，你说吧。因为他就是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比如呢？就比如说他做饭嘛，然后吃完饭让我去刷碗洗锅什么的，不洗不满意，嫌我懒，洗完了他还不满意，嫌洗的不干净。你本来就不干净，第2天我做饭的时候我又得要再刷一遍，那锅灶什么的你都不擦，你就表面洗一下。可是那天我告诉你了没有？我说我近视眼，我看不清楚，我看我说那你把眼镜戴上呀。那眼镜戴上，这个眼镜度数不够了呀，现在也看不清了。不是换眼镜不还得好几百块钱一个眼镜？我好几百块钱我再去买眼镜去。那你老说你自己洗不干净，那你也怪我，你眼睛的事可不怪我。那我洗不干净，你说1回2回就行了呗。主持人他不是说1下2下，就他逮这个事儿，他能老说，一直说，就说到让人心里特别烦那种。那关键你也不打扫房间呀？你看那房间你一次打扫过吗？那不都是我在打扫吗？是你打扫房间，我也知道你大老远过来跟着我挺辛苦挺不容易的，但是我就希望你有时候也能理解我。我希望你能够稍微的理解一下就行了。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我就得按照你那个规划走。我如果不按照你那规划走的话，就是我不对。也不是那样的呀，如果你能做好的话，我不就不说你了吗？主持人，我跟你讲，上次他去洗澡了，我就顺手就扔了2件贴身的衣物进去，我说你就顺手把它洗了呗。谁知道他竟然放洗衣机里洗我就说那么一点衣物，你就直接用手洗就得了呗，竟然用机子洗，浪费钱浪费水的，他不会过日子，你知道吧？我又不会过日子了。我带你没事儿什么的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也挺好的吧。我就觉得现在我工作各方面都在慢慢的变好了，对你好一点，你倒好，你觉得你就除了舍得带我吃饭，你哪都对我不好。什么叫好？那你现在对我挺不耐烦的，尤其你打游戏的，你现在陪游戏的时间都比我陪的多。
我想跟你好好说两句话，你就老在打游戏。你打游戏的时候，我跟你说两句话，你就对我不耐烦，你就老骂我。不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几天打那么1、2把吧，不是总打吧，就业余时间娱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行啊。那业余时间你陪一下我吗？没陪过你吗？陪我了吗？行，你说没有就没有。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行，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就我俩是快3年。在北京。在北京3、4个月。就3、4个月就演变成这样了，彼此看着对方都比较讨厌是吧？对，我刚来的时候，他对我可好了啊，特殷勤，就是哎，你衣服脏了，我去给你洗衣服；你吃饭，我去给你做饭去，我给你煮面去。他就现在呢？现在啥也不干了，衣服都不洗了，饭也不做了。然后锅呢，我让他去刷，我稍微说话狠一点，他就说不刷了，你爱刷不刷，不刷就那样撂着去吧。不是，我说了，我说你别老催我，就吃完饭就在那放着，我一会儿肯定会去刷的。但是你就老那么说我，你就越说我就越不耐烦，就越不想去嘛。哎，我问问啊，3、4个月前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殷勤？3、4个月后为什么就不殷勤了，兄弟？啊，因为3、4个月前他来北京，他也是为了我退了一步啊。因为我觉得人家大老远过来了，就愿意这么远跟着我，也挺不容易，我应该对他好一点。听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3、4个月过去了，他又要回，你觉得心里比较烦是吧？对，他脾气特别大。当时一次吵架嘛，他就是非要回家，就收拾东西，东西都收拾好了，行李箱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回青海是吗？对，非要回老家那边，就怎么着也不在这边。回了吗？他没回啊。不是我不愿意回，是他拦着我不让我回。哦。是他非要拉着我。当时发生了什么呀？一定要走？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洗衣服这个事儿。啊，这么点小事儿。行，我问问女生，如果他不跟你回家的话，你会跟他分手吗？会。你是已经下定决心执意要回老家了是吗？这是首要条件，次要条件也是有的啊。我觉得在河北那边发展也是可以的，只要是不在北京就行。哦，就是北京让你觉得没有发展的空间是吗？就是你学的这个专业特别压抑的，因为每天上班的话特别累。我们首先得要先步行2公里，然后再要坐公交，然后又要倒地铁，就那样子。挺累的，你还能适应了是吧？对，我能适应。因为就是我觉得北京那边学习空间和晋升空间各方面都比较大嘛，我就喜欢在这种城市里拼一拼，闯一闯，趁着年轻嘛。难道现在不去拼，非得等老了以后再去拼吗？但是我觉得再这样拼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我觉得再过10年还是这样子。是，之前你也这么说的。我在那小县城工作的时候，你也说你在这干10年，你还是这样。后来来北京了，你又说你在这干10年还是这样，那你就直接说我就10年还这样就得了呗，不管我去哪儿就得了呗。那你要不改变字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你觉得这几年他有进步吗？有一点。只有一点啊？那看来还是应该留在小县城，哎，是吧？对。哦，这是你的依据是吗？那我当初就是你让我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我是不是说我在这工作挺稳定，就别去别的地方了？咱不说工作了，这儿不是工作保卫战哈，咱说感情这点事儿啊。女朋友要回老家了，你要不跟她回，她就要跟你分手，这结果你接受吗？如果他非要这样的话，我也没别的办法。就是说接受喽。我觉得我在那边找个工作确实不容易，而且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了，就是不甘心吧。你回答我，你还喜欢他吗？喜欢。还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吗？没有了吧？因为他这几年变化特别大。他的变化是？就是脾气变得特别暴躁，对我特别不耐烦。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我脾气大，你还说你不相信。但当时你说你脾气大，你只是说说而已。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说你脾气不大，你表现的脾气大。但是当时我们俩刚认识，我也不可能就一下子给你发脾气。姑娘，其实不是你变了，咱把这个事儿前后一捋，你就发现了，从谈恋爱开始，他只主动过1次。对，我这么听下来，就主动问你要了一个微信，是吧？对。接下来的事儿他就是做大爷了嘛。保定和石家庄其实离得很近啊。对。怎么会在恋爱期间就1年都不去看自己的女朋友呢？就一直在网上聊嘛。而后来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也是女生主动去看男生，你去看过他吗？我去看过，
就是我当时之所以不愿意过去找他，就是因为就在火车上见过一次面嘛。我当时去看你的话，你再一看，就是你看这个身高或者什么的，我是怕这个嘛。行。当时我也没嫌弃啊。然后女生在这个读书期间，心想外面的世界，对吧？对。就逼男生到北京去闯荡，希望有个更大的世界和舞台，对吧？对。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在这个时候，关系恰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因为男生没有细说，但是男生讲到了说刚去北京的时候很难，对吧？对。那个时候你女朋友给你的支持多吗？那个时候我是为了不让她担心，我跟她说的，我在北京过得特别好。所以你呈现给她的是好的一面。对。实际自己承受了很多她不知道的苦，对吧？女朋友也没有发现，没错吧？没发现。自打我来了北京以后，发现我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才想到他的也挺不容易。对，所以都后知后觉嘛。于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情变的最大因素嘛，是继续留在这儿憧憬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是我们回去过踏踏实实的日子，是这样吧？对。其实如果要是刚认识那1年的时候，这个回去过日子也就过了，现在还真难了。因为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那个天平，和他事业的天平已经有倾斜了。对，好了，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北京就是一个充满着梦想、机会的城市。有些人在这里拼搏，然后留下来；有些人在这里挫折，然后离开。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男生，当你到了北京遇到了那些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要放弃过？对。你有告诉他吗？你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走。我最后忍不住的时候跟他说了。他的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你如果早点跟我说，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肯定能跟你一块儿承担，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他允许你离开北京吗？当时？当时允许。允许，但是你坚持了下来。对。好，现在他说他要走。你允许他离开北京吗？我不想让他离开北京。好，这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他跟你讲的是，他允许你离开北京，并且愿意跟你一起承担，但是你就不愿意。其实女生，我最开始不太理解的就是，你以为你是指南针呢，你指哪边哪边是南，你让他去他就得去，你现在让他离开他就得离开。但事实上，我理解你的想法。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希望有更大的舞台，可是当我们碰壁的时候，我们现在想逃离了。对。你受不了北京的压力，这就是他讲的。为什么你的女朋友变化很大？她其实就是压力太大了。你刚到北京的时候月薪多少？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月薪2000多。现在月薪多少？现在月薪7、8千。你觉得你已经在这站住脚了，并且扎下根了，不愿意离开了，对吗？对。所以其实是什么？是2个拥有不同能力的年轻人，对未来有着不同的人生规划。一个是希望在大城市拼搏，一个想去享受小城市的安逸。对。所以矛盾是爱情吗？不是。爱的天平从来没有均等过。就像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谈恋爱可以1年不见。保定到石家庄的距离就像是北京的朝阳区到海淀区的距离，你们竟然谈成了异地恋。即使是杭州到哈尔滨，如果是正常恋爱的话，每个月都会见一次。所以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多喜欢他，他只是你在那些困顿的时刻，在那些迷茫的岁月当中的一剂强心剂而已。他给到你所有的支撑，就是他对你的嘲讽。你不甘心，你为了他这句嘲讽，然后努力向上。当然，结果是好的。可是爱情呢？是没有的。你不愿意为了这个女生放弃任何一点点。当然，这是人生的选择。所以今天没什么好聊的。我觉得就是该留在北京的留在北京，该回老家的回老家，各自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爱人。
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男生，即使你们分手，你也要感谢女生，是还是不是？是。对，因为是她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你，牺牲了自己。当然，这不是她的初衷。其实你们俩有一个共同点，所以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局面。你们俩其实都是更爱自己多一些。至于对方怎么感受、如何处境，其实关心的并不多。男生很明显，你是个非常要面子的。相遇之后1年当中你不主动，你说了其实是自己担心自己的身高，对吧？要面子。他说你在小地方工作不像一个男人，没用，你不行，你要证明给他看。其实是你自己要面子。你好不容易到了北京，你口口声声说是不想让他担心，所以不说自己现在过得并不好，但我却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你还是要面子，不想告诉你我的痛苦和最柔软的地方，那是因为我够强。但恰恰这一点说明你不够爱他。真正爱一个人，你是可以对他畅所欲言的，甚至于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呈现给对方看，但你不，你要隐藏起来。所以你根本不够爱他。所以说现在在北京好不容易打拼出了一片天地，有了希望了，他再让你离开，怎么可能呢？女生同样，你潜意识里头你是看不起小县城里的那个他呢，没出息吗？得去大城市发展，人家去了，你来了，但恰恰在困难面前的时候，你选择了退缩。上下班2公里，换车换地铁很苦吧？但是但凡你爱这个男人，这些事情都是他这么做出来的，并且有了现在所有的成就，你却认为没什么变化，并且说我受不了这个苦，我要回去，你也得跟我走，多么自私啊！这里面有一点爱他吗？爱人在身边，做出了你的榜样，你就不能为了他留在这克服这个困难吗？不能啊，因为我受不了啊，我只爱我自己啊。所以2个同样自私的人又不是足够的爱对方，当然是这个局面了。你有什么权利让他跟你离开呢？不要让这份感情最终留下一个埋怨，没有谁对不起谁，而最终我们留一个怀念，一个珍惜，一个过往，多好啊，好不好？就这样。爱是成全，不是改变。你们2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决定对方的人生，就是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必须留在北京，你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要跟你回青海，或者离开北京去任何一个小城市。爱情是美好的，可是呢，一旦碰上生活的琐碎，那些美好就消失了，这些琐碎就浮出水面了。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就算真的离开北京跟你回了青海，你们俩就不会因为那些琐碎去争吵吗？他就不会打着游戏再继续跟你发脾气吗？这不是换一个地方听不听你话就能解决的问题。是在面对这些生活的琐碎的时候，你们的爱情已经显得索然无味了，然后你们也不愿意去重新投入激情，寻找爱情当中的这份甜蜜。那慢慢的最后就被生活磨平了这个情感，然后一旦遇到事儿的时候就会马上崩塌，这就是你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不是谁离开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你们现在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遇到事儿就会觉得有一个人一定要迁就我，那你迁就我才能证明你爱我。另一个人就想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证明你不爱我。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当面临人生规划和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爱情当然可能会影响到一丁点儿，就是你对人生的规划，但它一定不是全部。你的人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是由自己做主的，另外一半只能给到你建议和支持。我想这才是爱。好，谢谢你们。你说一个女人到底是望夫成龙呢，还是望夫成虫呢？当然是望夫成龙了。那人家现在快当龙了，你要回去。我就觉得这边压力挺大的，我想过安逸日子。
其实说白了，说左是你，说右是你，说挣钱的是你，说回去的也是你。其实说白了，你扪心自问，当年你用种种讽刺的方式激着他来北京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努力的成长吗？是吗？不是。如果你是希望他能成才，你是真的爱他，你用种种苦心去激发他内心的潜能，希望他在职场上有一个好的上升通道，能够成为像你所说的有本事的男人。人家现在干得挺好，而且正在上升阶段，你应该鼓励他才是啊。所以我认为你当初你不是要激发他要成长，其实你只是想体会，让他感觉到你的重要性，我意见的重要性。你要真的是为了他好，眼看着他一天跟一天不一样，你应该鼓励他好好奋斗下去。你自己的重要性不是通过对方来体现的，不是通过对方听不听你的话来体现的，你是自己的重要性是你自己去体现。对于男生来说，在北京奋斗不容易，但如果所有的奋斗除了是为了自己的价值，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彼此共同的未来的话，那你不会今时今日对他这样。所以男生好好在北京奋斗，坚持自我，不爱就放他走。女生如果真的想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喜欢的生活节奏，那就自己去寻找，不用想着要带着他。如果一个青海一个北京分隔数月甚至1年的时间之后，仍然觉得忘不了那个他，那个时候再做决定，好吗？就这样。我想起这么一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这句话的背后，你知道藏的是什么吗？人其实是可以戒掉痛苦，但是戒不掉快乐。你们仔细想，痛苦的东西你不会再尝试吧？但凡有一点点快乐的东西让你真的快乐，你总是割舍不掉。你女朋友在她的回忆里面，这个甜蜜很少，所以她做出的举动是打包要走。对男生来说也是一样的。问男生，如果一定让你去青海的话，怎么样？分手啊？是因为在这段情感当中没有维系这个情感最珍贵的东西。都别较劲了。男生，你要是觉得这个女生不是你所喜欢的、你想要的女人，你借这个机会跟人家说清楚。女生，千万不要做极端的决定。所谓极端的决定是什么？是我为你留下来，他真为你留下来，你背得起吗？背得起。你们俩真分手，我当时就为了你留在北京，你真把他带回了青海，他到时候说了，我当时就是为你，我北京有那么好的前程，我都没了，你背得起吗？背不起。所以你们自己想，冷静的去处理这段感情，因为到了处理它的时候，我只能说加油嘛，那是各自的人生选择。我知道我以前对你的关心太少了，可我也是为了让咱们俩以后过得更好，我也想让别人看得起我。眼看现在工作什么的都越来越好了，你却又嫌我忙，对你关心不够。我以后会改的，我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你，照顾你，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做到，不要把我逼得那么紧，不要说你说什么我就必须得那么做，这样有时候我真的会喘不过气。我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知道了，我就是有时候管你管的太多了，我也知道，大到工作上，小到衣服上，我都管。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给这么快，告诉你正在叫爱，一点点说出来。不是这么委屈是啥情况啊？男生，你是要去青海吗？我还是想最后再挽回他一下，希望他能够陪我一起留在北京。哦，女生是同意留北京了啊。女生，请记住，今天的选择是你自己做的。
你的人生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青海，你们俩好还是不好，其实跟这个男生都没有多大的关系，那是你自己的人生，好吗？记住这点，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谁能取代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老师。我心上拥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有网友提问说，结婚快2年了，结婚后呢，觉得他们家人根本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家里的情况一直都隐瞒我。这次呢，我俩因为生活中一件很小的事情吵架闹离婚，然后我才知道家里欠了10多万的外债，而且公公还得了肾病的事情。知道后呢，我也很难过，跟他说了很多好话，但是他现在就要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呢？他要离婚，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次的事情，大概是你一直的不够贴心，让他真的心寒了。所以如果不想离婚，还是好好去想想怎么做个贴心的妻子吧。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